大家好，歡迎返到嚟日常研究部。如果你以為貓仲係日日淨係識得食玩瞓，或者純粹靠色相揾食啊，咁你就真係太低估佢哋啦。其實喺依家咁嘅時勢，有唔少貓都已經識得自動波走去揾工。當然，亦唔排除人類已經內捲到一個地步，連自己隻貓都要拱埋出去返工幫補啊！喺呢個乜都有可能發生嘅世界，今集我哋就一齊睇下全球最離譜啊，比較少人知道嘅10種貓咪職業，順便借用人類嗰套打工思維同標準啊，評估下究竟呢啲係貓界筍工定係伏工啊！記住睇到最後。我哋呢個頻道主要係探討生活同寵物嘅有趣話題，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至可以持續向前。最粗魯的公關貓。泰國嘅夜生活有幾精彩啊！相信你都聽聞過。就喺當地一間酒吧入面，有一隻叫 Tony 嘅黃貓啊。佢本來係隻流浪貓嚟，點知有一日俾酒吧老闆睇中收編，順理成章入職咗做男公關啊！佢每晚7點正就要準時打卡返工，一路頂到凌晨2點啊！酒吧現場嘅音樂唔嘈就假，環境又多人，烏煙瘴氣啊！醉酒佬、白卡乜人都有啊！但呢隻貓最犀利嘅就係佢嘅專業態度同埋超高嘅 EQ 啊！雖然佢唔飲得又唔識猜枚啊，仲要成日好似發緊夢、靈魂出竅咁嘅樣啊！但佢依然緊守崗位，坐定定喺台面陪客人飲酒，任摸唔嬲啊！最絕嘅係，老闆喺佢條頸度掛咗個好大嘅 QR code 牌啊！客人只要覺得佢得意，想請佢食零食，或者純粹飲大咗心情好啊，都可以直接掃曲課金俾佢。講真，呢隻貓直情係自己賺錢買罐罐養自己啊！一早就已經財富自由啦。最蝕底的招財貓。喺韓國街頭一間賣彩票嘅檔仔入面，有一隻爆紅嘅貓叫金喵喵啊！佢本身係隻流浪貓嚟，有一日自己行入嚟就賴死唔走啦。店主見佢咁得意，唔單止收留佢，仲連面試都唔使，就直接俾佢入職做副店長啦。平日佢最中意就係有理冇理坐正喺彩票同積刮卡上面，雖然有時都幾阻住客人買飛啊，但神奇嘅係呢個檔口之後竟然開出咗成33億汪嘅頭獎啊，連其他大獎都接二連三咁爆出嚟。傳聞話只要買彩票錢摸過呢隻金喵喵就會中獎啦。消息一出，全韓國嘅人都慕名去朝聖啊，連電視台都專程嚟採訪。就係咁，本來諗住舒舒服服做個副店長啫，依家竟然變咗韓版黃大仙啊！每日就俾班賭徒當正係神仙咁拜，仲要成日俾人亂咁摸身摸勢，呢份工真係越做越難頂啊！最抵用的高層貓。近年周圍都話熱浪侵襲啊，咁返 office 會唔會對貓係最理想嘅工作環境呢？日本就有一間貨運物流公司，入面有個全公司見到都要記佢3分啊！出名火爆嘅女高層黑白貓女 Fuku 啊，佢本來係一隻冇咗右前腳、身世都幾可憐嘅流浪貓嚟。當初被救返嚟嘅時候，佢原本以為下半世真係可以打跛隻腳都唔使休啊，點知開心得太早啦！原來呢度唔養閒貓啊，佢好快就被夾咗做公司嘅公關部長。平時返星期1至5都算啦，最慘係放工都冇得走啊，夜晚仲要兼職做埋保安看門口啊！表面上呢份工係可以 hea 住做嘅，但佢內心好清楚，如果想呢間公司穩穩陣陣，保住自己每餐有罐罐食，唔睇實啲真係會出事啊！好似連老細都淨係掛住撩佢玩啊，有正經嘢唔去做，入職嘅新人又坐喺度發夢啊，冇人監工就唯有靠佢出手啦。好在一到 weekend 啊，老細都會帶埋佢返屋企做返隻真正家貓，當係彌補佢被剝削嘅精神損失啦。
最仗義的保安貓。喺菲律賓一座商業大樓入面，有一隻喺停車場被救起不過6個月大嘅街貓 Colin 啊。喺臨危受命之下，佢半推半就咁頂替咗啱啱過身嘅前輩啊，正式入職做大廈嘅保安貓。自此之後，佢每日都要跟足12個鐘頭夜間，陪住班人類同事一齊站崗啊。雖然佢睇落好認真專注，着起套制服又真係似模似樣，但其實佢年紀咁輕啊，根本都未玩夠啦。但細估唔到，全棟大廈咁多高大威猛嘅人類啊，竟然將所有情緒寄託晒喺呢隻貓仔身上。有個保安阿叔接受訪問時仲好認真話，如果返工見唔到佢啊，我自己做嘢都冇晒心機啦。就係咁，呢隻貓迫於無奈，睇在大家一場同事，人哋又要供樓，有大有細，唯有好無奈咁做埋大家嘅精神支柱啦，犧牲自己，做得幾耐得幾耐啦。最困身的副駕貓。如果話剛才做保安嘅 Colin 只係幫一班同事做緊心理輔導啊，咁烏克蘭呢隻黃貓叫查查，佢呢份工就直頭係治癒緊成個城市嘅人啊。佢原本只係隻喺洗車場流浪嘅街貓，有次遇到個的士司機啊，司機當時正想揾隻唔會暈車郎又坐得長途車嘅副駕貓啊。面試方法就係直接擺佢上膊頭周圍行，睇下佢驚唔驚先。結果查查全程勁淡定啊，成功通過就正式入行啦。由入行嗰日開始，佢每日都要跟車踩足成10幾20個鐘啊。好多客人都會特登 call 呢架貓的啊，話只要一上車見到呢隻貓啊，成個人就會即刻放鬆晒，抱住佢聽下煲水聲就乜都夠喎。而查查平時主要嘅工作，除咗有客就陪人睇下風景，冇客就直接大覺瞓咯。呢份工雖然得嚟不易啊，但長期係咁屈喺車廂入面，冇得跳又冇得跑，將來身體會唔會有咩職業勞損㗎？其實真係未知之數啊！最老練的幕僚貓。今時今日做貓嘅 career path 真係可以好闊啊！如果話打工界都有天花板，咁現任比利時首相喺去年領養嘅折耳貓 Maximus 應該已經係貓界天花板嘅級數啦。佢一出道就直接進駐首相府啊，正式入職做官貓。外界一般形容佢係政府嘅幕僚啊。而家 IG 嘅粉絲人數已經突破21萬啦。人氣只係僅次於佢個主人啊！平日呢隻貓一隻老鼠都唔使捉㗎，每日最主要嘅工作就係坐喺首相張辦公室台度踩下 keyboard，陪佢睇下報紙咁咯。至於開到深夜嘅內閣會議，佢都一樣列席參與啊！特別係當開會嘅氣氛開始陷入僵局嘅時候，呢隻貓可以完全冇面俾啊！當場發言表示不滿啊！而首相偏偏又幾拜佢呢套。其實呢隻貓每日咁返工，要睇住成班政客喺度爭權奪利，佢自己喺首相府嘅一舉一動啊，究竟真係出於自由意志，定係純粹執行任務呢？政治呢樣嘢又點會係表面睇咁簡單啊？最敬業的安寧貓。喺英國一間安寧嘅療養醫院，有一對由收容所領養返嚟嘅黑白貓兄妹啊 ，Jasper 同 Willow， 佢哋專責做臨終關懷，仲曾經獲得英國國家年度貓咪大獎啊！雖然佢哋連醫學院嘅門口都未入過，但由細到大就好似天生就知道自己有份工咁，每日朝早準時報到。之後各自咁巡訪咯，分工清晰，專業過唔少打工仔啊！平時大家都話貓最怕陌生環境，又唔中意醫院浸藥水味，仲要對住咁多病人，照計應該避得就避啦。但呢兩隻貓偏偏相反啊！佢哋每日重複做埋同一件事，準確咁揾出最需要陪伴嘅臨終病人啊！
然後安靜咁伏喺身邊，陪伴對方走埋人生最後一程啊！去到今日，呢對兄妹依然喺醫院繼續服務，但喺面對每日同死神交手當中，心理壓力咁大，到底佢哋收工之後又有冇為自己打算，真正享受過生活呢？最幸運的官媒貓。如果話今時今日做新聞好難做啊，咁喺俄羅斯一間國營新聞部入面，有隻由流浪貓一路升職到貓科新聞部主任啊，Mostik 應該第一個好唔認同啦。呢隻貓當年係喺建築地盤俾工人收留嘅，之後做埋大型橋樑工程嘅吉祥物啊。等到大橋落成咗，仲成功轉埋跑道入咗一間國營機構，由低做起啊，由記者一路咁升職，最後仲坐正做埋新聞部主任啊，管理一班人類下屬。最令人眼紅嘅係呢份政府工啊，基本上冇 KPI 嘅壓力，亦都冇咩人事鬥爭啊，又唔使擔心公司裁員會執笠。佢每日主要工作就係伏喺個 keyboard 隔籬陪住開會啊，或者直接瞓喺台面扮監工啊，望兩眼同事寫下稿就當完成任務，就係咁10年時間眨眼就過啦，證明喺職場上努力有時真係鬥唔過運氣啊！最傳奇的鐵路貓，為咗搵兩餐啊，邊有得好似普通家貓咁日日乾乾淨淨，舔毛舔到立立令啊！有時真係顧唔到咁多啊！喺美國一間鐵路博物館，有一隻黃白貓叫 Dirt， 佢自細喺火車廠一帶生活，被收留之後就將成個車廠當咗係自己地盤啦。因為長期要喺布滿煤灰同油污嘅環境出出入入啊，搞到佢長年累月都成身污糟邋遢。亦因為咁，大家直頭封佢做車廠貓大佬啊！佢成世幾乎冇乜所謂享受生活噶，甚至可能連一啖真正乾淨嘅空氣都冇吸過。就係咁堅守崗位足足15年啦。呢隻貓最終因為年老離世，博物館特製咗2座大青銅雕像去紀念佢啊，攞到接近國家級偉人嘅榮譽。仲吸引咗全球100萬計嘅訪客慕名而嚟啊！可以話佢算係貓界職場中最揚名立萬嘅傳奇啊！最絕望的運毒貓，貓唔同人啊，為咗搵兩餐，有時身不由己啊！行起衰運上嚟，甚至會被逼撈偏啊！好似幫人做下占卜、靈媒，賺錢買罐罐都仲算小事。最壞嘅情況係誤入歧途去運毒啊！之前就有隻貓將大麻綁喺條頸度，曾多次成功出入監獄派貨俾囚犯啊！最後咪連人帶貓被警方一網打盡咯。而今次要講嘅呢隻貓發生喺斯里蘭卡，佢直頭有樣學樣啊！唔識死仲偷運海洛因同埋手機 SIM 卡。當然好快就被發現關押咗喺戒備森嚴嘅監房啊！不過佢好彩啊，竟然俾佢逃獄走得甩啊！講真，做得呢行預咗唔係冇命就要坐監咯。講到底，只係被人類利用當成工具，根本唔算係一份職業咯。睇到呢度，你會發現現實對好多貓嚟講啊，所謂嘅返工最大嘅價值其實只係一份陪伴，只要對住自己信任嘅人，慢慢產生感情同依戀啊，就算每日過住幾單調、幾重複嘅生活方式都冇所謂，因為有你喺度就已經足夠啦。歡迎分享交流你嘅諗法同經歷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、按讚同分享啊！多謝你睇到最後。